大家好，在前面的 Stability Matrix 的介绍里面，使用的都是预设的设定。在今天呢，我们会介绍 Stability Matrix 的自定设定，还有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的其他的有关于中文化等等相关的设定。如果 Stability Matrix 有新版本的话，它会在左下角弹出一个 Update Available 的提示，只要点击左下角的绿色箭头，就可以直接做下载更新的动作。试一遍给大家看。现在在 Stability Matrix 视窗左下角，它有出现 Update Available 的提示，接着就只要点击绿色的箭头，它就会弹出这个版本到底新增了哪些功能，或者是修正了哪些问题的说明。确认过没有问题以后，就直接点击 Install Now。它就会立刻下载新的版本，并且更新目前使用中的这个版本。等一下重新启动以后，就是新的版本。版本更新完以后，刚刚的这个提示就会消失了，这样子就可以继续使用新版本了。接着来设定 Stability Matrix 的语言，把它的使用界面从预设的英文改变成是中文。首先进入 Stability Matrix 的视窗以后，点击左下角的齿轮，在齿轮里面呢就会有主题的选择跟语言的设定。点击一下这个语言的下拉选单，从这个选单里面选到你需要的语言。我现在选择中文繁体，然后再重新启动。重新启动以后的 Stability Matrix 就会用中文来做显示了。在正式启动 Web UI 之前，先来设定一下 Web UI 的主题是要使用暗黑的还是明亮的。因为 Web UI 它使用的预设主题会是根据你作业系统所选择的主题有关，但是如果想要固定你的 Web UI 用特定的一个主题来启动，这个时候在 Stability Matrix 里面就可以直接来设定要使用的主题。它的方法就是在启动右边的齿轮这边，我们来设定它的启动参数，卷动到最后面一个参数，在最后面这个 Extra Launch Arguments 这里输入减号 Theme， 然后后面就是使用 Dark 或者是 Light 来分别指定暗黑跟明亮主题。我现在使用 Theme Light 来指定 Web UI 要用明亮的主题，接着点击保存，把设定给储存起来，再来启动 Web UI。当 Stability Matrix 把 Web UI 给启动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浏览器里面它就会以我们指定的样式来呈现 Web UI。假设现在把 Web UI 的启动参数改变成是使用 Dark， 再重新启动一次。重新启动以后的 Web UI 就可以看到它是使用暗黑模式来呈现的，这样子就可以透过 Theme 来指定是 Dark 或是 Light， 可以设定两种不同的主题。接着来设定 Web UI 的其他相关设定。首先我先来安装语言扩充，可以把 Web UI 的语言从预设的英文改变成是中文的界面。它的操作方法是必须去安装扩充。进入 Web UI 以后，要点击 Extensions 进入扩充的分页，接着在 Available 这个分页里面来选择要安装的本地化的语言包。首先要把本地化的 Localization 的勾选给取消，让 Localization 本地化的扩充能够显示出来。取消勾选以后，再点击 Load From， 在下方的过滤栏位里面输入 Chinese。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它有两个简体跟两个繁体的扩充，我这边选择使用的 Stars 比较多的版本，点击 Install， 接着再切换到 Install 的来确认一下这个扩充是不是已经有成功的安装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出现了，接着点击 Apply and Quit 来重新启动一次 Web UI， 接着再回到 Stability Matrix， 点击启动来重新启动 Web UI。重新启动以后，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设定要使用的语言，因此它还是预设的英文。透过 Settings 来变更它的语言，所以点击 Settings， 在左方的这个功能表选单里面找到 User Interface， 那这个就是所有 Web UI 跟使用者界面相关的设定都会集中在 User Interface 这个选项里面。点击一下，在 User Interface 的第一个就是 Localization， 现在因为已经安装了中文的扩充了，因此这一个下拉选单就会出现一个 ZH-TW 的选项，选择它以后要记得要做变更，因此必须点击上方的 Apply Settings。One Settings Changed， 这表示中文语言包已经设定并且储存成功了。这个时候再点击 Reload UI， 让页面重新载入。
载入完成以后，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一些功能表选项就已经变成是中文的了。这个中文的语言包，假设说你希望要自己去变更的话，比如说你希望右边的 generate 它目前翻译成是产生，如果要把它变成是生成的话，可以透过直接修改它的一个 JSON 的文字档，直接就来做变更。它的资料夹在这个地方，在 data 的 packages 这个里面，直接来看一下 stability matrix 的资料夹。先从档案总管里面找到 stability matrix 的资料夹。再到 data 的 packages 里面 ，packages 里面，因为我们只装了一个 Web UI， 因此它只有一个项目，在这个地方就会有扩充的资料夹哦。那再点击 extensions， 找到刚刚安装的扩充，也就是这个减号 ZH-TW 这一个。在这个 localization 里面呢，会有一个 ZH-TW.JSON， 点击右键，用编辑器对它做编辑。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选项已经出现了。我们搜寻一下 generate。找到 generate 以后，把内容给改掉，再储存起来，接着再重新启动一次 Web UI。看到本来是产生的这一个字串呢，就会变成是生成了。如果你觉得有一些翻译不符合你的需求的话，可以直接编辑这一个 JSON 档案，直接换成你自己想要的文字。这个呢，就是 Web UI 有关于语言的一个设定。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 Web UI 如何添增新的控制栏位。因为现在 Web UI 的这个界面其实会跟以前有一些不同了。如果你看以前一些介绍 Web UI 的画面，你会发现它讲的某些控制栏位在新版的 Web UI 里面其实是找不到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就可以自己透过 Web UI 上方的 Settings 自己来新增新的控制栏位，让这些控制栏位也能够出现。它的方法就是在 Web UI 的画面里面点击 Settings，中文就是现在是设定，接着再点击使用者界面 User Interface， 点击以后往下卷动，找到这个 Options in Main UI TXT to IMG， 那这个就是文字生成图形的一个选项，可以在这边来做控制。现在要选择 Clip 这一个项目，因此就输入 CLIP， 它会自己过滤出符合的字串，点击第一个项目 Clip Stop at Last Layers。接着要使用面部恢复的功能，因此输入 Face， 然后点击这个 Face Restoration， 也把另外一个 Face 的 Model 给选进来。新增了这3个栏位以后，往上移动，要点击套用设定，接着再重新载入 UI。Web UI 画面重新出现以后，卷动到最下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Options 的下拉选单。点击 Options 以后，就可以看到刚刚新增的 Clip 跳过层，还有面部修复，还有它的 Model 就都已经出现。这3个是刚刚新增加进来的栏位，把面部修复给启动起来。有需要新增到 Web UI 画面上面有新的栏位的话，就可以直接用 Settings 直接来做新增了。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有关于 Stability Matrix的设定，还有 Web UI 中文化跟控制栏位新增的一个方法，希望对大家在操作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上面会有一些帮助。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